李显在片场用3轮车接了杨子，一次喊10块钱。杨子的回答很亮眼。说起李现，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但现在说起李现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他了。李现可以说是今夏最火的男人，凭借《亲爱的爱情》中冷酷霸气的韩尚燕一角而成功走红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现役男友。在此之前，李现也演过不少电视剧，他在剧中的角色都是比较冷酷无情的。然而，我发现在现实生活中，李现是一个喜剧演员，与冷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在《亲爱的爱》的一个片段中，李现脱下了他的库夹克，变成了一个3轮车夫。李显在片场骑着3轮车去接杨子，人们看到李显驾驶着一辆绿色3轮车，非常欢快。他还把他的小弟弟 Demo 和917带上了车，一脸幸福地跑向杨子。杨子说：“你先给杨子一个机会吧，你先要给杨子一个车费。”我的说李显真坏。他一边喊着，一边摆出一副傲慢的表情，一脸得意。坐在车后座的小兄弟脸上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杨子听说李显要车费后，一脸嫌弃地说：“谁要坐你这破车？”杨子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李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这个答案很搞笑，李显听到后也很惊讶，显然没有想到杨子会这样回答。不过，这也说明两人私下里的关系确实很好。其实，杨子和李现在《亲爱的》之前就已经认识了，而且还是大学同学，能够一起拍戏，真的很幸运。现在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，演技也值得一提，所以我相信他们以后的路会很顺利。最后，我祝愿他们的友谊地久天长。02，李现被问到谁是他心中的女神，说了3个女神的名字，杨子意外地落在了名单上。电视剧《亲爱的爱情》播出不到1周，粉丝就涨了200万，这个高冷的老板韩尚燕也屡屡被推上热搜。同时，这部剧也为李现赢得了宝藏男孩、现任男友、7月男友等绰号。凭借多年的经验、帅气的外表和精湛的演技，李现如今已经绽放出了惊人的人气，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演员。韩松因是许多年轻女孩和大男孩心中的偶像，他退役时所说的话成为别人的个性签名。他是一个经常拿第1的球员，他开俱乐部，是赚钱的老板。他是一个好厨师，关心学生，孝顺爷爷，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这样的韩尚言谁不喜欢？难怪他迷住了女主角童年，并对其一见钟情。当李显被问及他心中的女神是谁时，他说出了3个女神，杨子意外地落在了名单上。当李现被问到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3个名字，那就是斯嘉丽·约翰逊、瑞秋·麦克亚当斯和艾玛·斯通，但其中却没有杨子的名字，网友直呼不要小鱿鱼了。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会影响他在女粉丝心中的印象，毕竟他心中的女神几乎都是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大牌女星，属于高大上的类型，甚至是奥斯卡影后级别的，也是粉丝完全吃不起醋的类型。其实，李现和杨子本来就是同学，还曾经一起做过主持人，所以他们已经不是第1次合作了，私下里他们的关系就像铁哥们一样好。03，杨子的新造型曝光后，网友吐槽，不到金密的1/10，还不如旁边的助理。杨子在剧中饰演的金福瑞是一个小白脸，但是为了生存，杨子还是演了这些剧。杨子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杨子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杨子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小人物，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大人物。杨子说：“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我觉得他的演技很好。”近日，一组杨子的古装照片被曝光，这是杨子在新戏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中的新造型，可以看出造型也是超高的，但还是被网友吐槽。1/10的金米在香蜜中的气质，感觉杨子配上刘海先也不是很好看，甚至有网友说她还不如旁边的助理好看呢。其实最大的缺陷应该是杨子的刘海，我真想问问，这是不是赵丽颖用的那个造型师？赵丽颖在《青云之日》中对这个刘海抱怨了很久。羊毛布。04，
如果不是张艺兴的忙，这一期的《朗读者》又要被骂上热搜了。只要提到老牌综艺节目，相信很多观众都能想到跑男王牌对王牌憧憬的生活。这2年的新综艺节目更新太快了，我就找了几个艺人开始录制。至于节目的质量，一般是根据嘉宾的表现来决定的。如果他们表现得好，打动了观众的喜好，节目就会爆棚；如果观众不喜欢，节目就不做了，节目就会继续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说白了，用资本做综艺节目就像买彩票。与这些新的综艺节目相比，观众还是更愿意把期望放在老的综艺节目上。毕竟以前也有过巅峰时刻，即使现在有些逊色，但也是感情上的福地。相信大家也都发现，综艺节目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很相似，也有3年之痛，7年之痒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只要一档综艺节目熬过了第3季和第7季这2道坎，就注定会成为一档长寿综艺节目。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《渴望生活》。现在节目已经播到了第6季，也是一个关键时期。为了保持这档综艺节目的生命力，节目组这次延续了上一季的嘉宾阵容，5口之家也不少了。当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个正式阵容时，都很兴奋，因为上一季张艺兴就是靠张艺兴逆袭的。然而，如果一档综艺节目想靠嘉宾的人气取胜，那真是大错特错。嘉宾的流量是节目收视率的保证，但要想获得好口碑，还得靠节目的内容，否则只能翻车。这一季的嘉宾阵容可以说是赢得了观众的心，录制地点选择在海边，这也是大家所向往的。按理说，仅凭这2条，这一季注定会成为热门。没想到，节目播出后，崩溃、无聊、丑陋等各种条目出现在热搜上。对于《渴望生活》来说，这绝对是出乎意料的，连节目组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节目不好看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事实上，看完这期节目后，我有了答案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对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期待，因为会搞笑的沙溢刚刚离开，只剩下3个人了：吴碧、丁一腾和屈楚萧。在节目的最后一集，他们3个人和沙溢都在，但所有的笑点输出都在沙溢身上，甚至可以说他们3个人是透明人。但是看完节目后，我发现这个节目非常好，虽然没有什么搞笑的地方，但是非常治愈，让人突然发现渴望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么这个节目能够赋予神灵的功劳是谁的呢？我觉得所有的成员都有贡献，但张艺兴最应该被表扬。如果不是张艺兴的忙，这期渴望生活又要被骂上热搜了。清晨5点，张艺兴、丁一腾、张子枫一起出海看日出，直播间里有很多网友想关注他们。看日出是一件非常浪漫且治愈的事情，在山上，在海上，在热气球上等等，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日出，而且不同的地方看日出的感受是不同的。对于很多喜欢旅行的人来说，只要是到了海边，必须要安排看一次日出。当然，或许有些人多次都被瞌睡虫打败了，但心里绝对会有一个海上看日出的梦。在蘑菇屋的一家人中，妹妹一直都是岁月静好，她这样的性格是绝对喜欢日出的，可要是没人陪着的话，她一个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，因为坐船到大海中央看日出对她来说太危险了。张艺兴这次做了一个哥哥该做的事情，从他整个人的状态来看，非常精神，这也让这次的看日出之旅变得非常享受，这绝对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。相信大家还记得，彭昱畅在上一季许下的愿望就是玩尾波冲浪。在这一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，彭昱畅就通过玩游戏获得了冲浪装备，只是还一直没有机会玩。在本期的节目中，机会终于来了，但彭昱畅问了一圈都没人一起去，直到问了哥哥张艺兴。其实张艺兴早上刚看完日出，回来洗完澡是不愿意再出海的，但是看到弟弟的苦苦哀求之后，他二话没说答应了。这次不仅张艺兴陪着鹏鹏去了，而且还有丁一腾和妹妹。在这4个孩子当中，只有鹏鹏一个人是会玩的，但这个画面是很美好的。
作为蘑菇屋的哥哥，张艺兴这次的做法可以说非常圈粉，不仅让弟弟妹妹都开心了，观众看的也是相当喜欢的。大家经常说这一季的节目不好看了，其实就是因为所有人各玩各的，虽然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向往的生活，但同样也是无聊，只有所有人玩在一起才能让节目变得有趣。上一季张艺兴经常帮忙做饭，这次来到海边之后很多都是海鲜，他基本帮不上什么忙。这次黄磊出了个馊主意，那就是给张艺兴、彭昱畅、丁一腾布置了一个任务，让他们处理鱼。话说老狐狸黄磊真的很会搞节目效果，他很清楚观众喜欢看什么。当然，张艺兴这个小狐狸跟着黄磊也早就学坏了，面对师傅的任务，彭和丁一腾起身就要去干，张艺兴却出主意让他们把任务传递给屈楚萧和吴比，就说是师傅让你们两个干的，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那句经典语录：不会带团队就只能干到死，真的是太搞笑了。一整期节目看下来，你会发现张艺兴和丁一腾两个人真的是气味相投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他们两个人都是很有梦想的年轻人，共同话题非常多，看着他们一起出海，一起玩耍，一起跳舞，一起聊梦想，真的太舒服了。有了丁一腾之后，张艺兴这次找到了真朋友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享受。张艺兴和彭昱畅兄弟俩一起冲浪，一起赖床，一起被黄磊和何炅两个家长套路和吐槽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黄磊给两个孩子取了一个很好的代号，叫阿呆和阿瓜，很形象，而且很真实，这不就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吗？张艺兴和彭昱畅兄弟俩去拿鸭蛋，本来是想让张艺兴突破自己的，结果张艺兴直接让弟弟帮忙拿出来。为了让自己相信这件事，张艺兴还走进去把鸭蛋放到地上再捡起来，简直不要太搞笑。回到家里之后，张艺兴脸不红心不跳的告诉家长鸭蛋是自己拿的，真的是太会玩了。一整期节目看下来之后，大家也发现了张艺兴很忙，又是和弟弟妹妹玩，又是和飞行嘉宾互动聊天，让人看得极度舒适。当然，一家五口坐在绿洲上答题的样子也是让人看得很舒服的。这期没有沈腾和沙溢在的时候那种大笑点，但每一个镜头都让观众看得会心一笑。实话实说，这期节目要不是因为张艺兴忙起来的话，那必定又要被骂上热搜了。试想一下，上面说的那些事要是没有张艺兴参与的话会怎么样呢？如果张艺兴要还是一直抱着电脑做音乐，那所有人看起来依然是一盘散沙，注定会无聊。真心希望张艺兴能一直这样忙下去，那向往的生活就肯定能重回巅峰。要么黄磊和何炅带着3个孩子玩，要么张艺兴带着弟弟妹妹玩，那种感觉立马就有了，节目就注定能封神。大家觉得呢？